Hi everyone, I'm Charlie.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查理胖胖，喜歡我記得訂閱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查理。今天我們在涉谷。講到涉谷，大家第一印象可能是那個全世界最忙的十字路口，或是109百貨。但對於我們這種骨子裡流着電玩血的人來說，涉谷現在最神的地方只有一個，就是 PARCO 百貨6樓。為什麼？因為那層樓叫 Cyberspace Shibuya， 它把全日本最強的 IP 全部塞在一起。你想象一下，任天堂、寶可夢、Jump、Capcom 都在你走幾步路就能到的地方，這是什麼天堂級的配置？大家看這區 Nintendo Tokyo， 它跟京都店、大阪店齊名，但涉谷店有一種獨特的潮感。你們看那個馬里歐衝出水管的雕像，還有後面的林克，這絕對是必拍的打卡點。如果你是看少年 Jump 長大的，這裡就是你的童年。從航海王的惡魔果實到咒術迴戰的5條悟老師周邊。哦，對了，這裡還有很多漫畫原稿風格的商品，買回去裝飾房間，質感直接爆表。逛完紅色的任天堂，隔壁就是黑色的 Pokémon Center Shibuya。這間店我真的推爆，它不像其他寶可夢中心那樣走溫馨路線，它超級 Cyberpunk。大家安靜看這個，這是1:1的超夢，它在培養槽裡面，還會隨着呼吸閃爍燈光。我每次來都會被帥到起雞皮疙瘩。客製化專區，這裡有一台機器，你可以自己挑選圖案印在 T 恤上。想要全世界唯一一件的寶可夢衣服，來這裡就對了。如果你是建築控，看到這一區真的會忍不住一直按快門。這些像山丘一樣起伏、充滿有機線條的建築，是由英國大師 Thomas Hathaway 設計的。看這些格柵的線條，配上隨處可見的植物，這裡的主題是 Modern Urban Village。在這麼繁忙的東京心臟地帶，居然能保留這麼大片的綠地，真的很有心。大家來這裡不一定要急着衝進店裡，坐在中央廣場吹吹風，
觀察一下東京人的穿搭，這才是旅行的意義。穿過雷門就是這條長達250公尺的重建石通，這裡真的是一級戰區，空氣裡全是現烤鮮貝和人形燒的香味。如果覺得主街人太多，我私心推薦大家往旁邊的傳法院通走，那裡的建築更有古味，甚至還有一些江戶職人的手工藝品店，逛起來更有質感，也不會一直被自拍棒戳到。来到本堂前，第一件事就是要來這個長香爐，把煙往身上拔。聽說哪裡痛就拔哪裡，那我可能要全身都拔一下。其實我最喜歡的是站在本堂往回看，那種古老寺廟與遠處現代晴空塔同框的感覺，這種新舊交替的衝突感真的很有東京的風格。來到東京車站，如果沒買一盒東京巴娜娜，感覺就像沒來過一樣。但這次我發現了更過分的東西，就是這盒寶可夢限定版。如果你跟我一樣，進到東京車站就像進到迷宮，別擔心，這很正常。這裡不只是交通樞紐，地底下根本是一個超大型的欲望黑洞。今天的目標很簡單，我們要去動漫人物街，找最近紅到發紫的吉伊卡哇，看看這個排隊人潮。現在東京最火的就是這隻小可愛。如果說白天的東京是個穿着西裝步履匆匆的上班族，那夜晚的新宿就是一個脫掉外套畫上濃妝充滿故事的浪遊者。新宿的夜晚才是它最迷人的時候，那種霓虹燈在濕冷路面上的倒影，還有空氣中混雜着酒精和拉麵香氣的味道。走在新宿街頭，你很難不被這些聲音吸引。在新宿車站南口的長廊或天橋下，每天晚上都有無數的街頭藝人在這裡追夢。他們有的自彈自唱抒情歌，有的玩着超酷的電子樂。我特別喜歡在這種時候停下來，你看身邊這些剛下班的上班族，拿着購物袋的遊客，大家在這一刻好像都被音樂給療癒了。這裡的感覺很不真實，對吧？像是走進了《銀翼殺手》的場景。雖然這裡被稱為東洋第一紅燈區，但其實只要在主幹道走走，感受那種張力十足的視覺衝擊是非常有趣的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。